主任，您今天有台手术要做，时间是……哎呀，小芳，你可是我女朋友，你们俩……周小龙，从你在这儿做实习生的第一天开始，我就和李主任在一起了。既然你发现了我们的关系，那就分手吧。分手？我们谈了3年，我赚的钱都给了你，居然换来的是背叛。小龙，永芳这么漂亮的姑娘，跟着你，这不是糟蹋了吗？从今开始啊，她就是我的女人了。你以后可不能有什么非分之想啊！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是吧？没事啊，宝贝儿，我今天就以主任的名义通知你，你被开除了，收拾东西滚蛋！小龙，你能给我什么？你什么都给不了我，你只是一个实习的废物罢了。这对狗男女！检测到宿主愤怒值达到了极点，成功激活随机签到系统，触发今日签到任务，请宿主走到李主任办公椅前坐下，完成签到，可获得随机奖励，助力宿主发家致富，逆袭人生。系统，小说里的金手指，那我岂不是可以咸鱼翻身？签到成功，奖励神医姐姐1位，正在赶来的路上，可帮助宿主完成身份逆袭，并附赠宿主神奇医术技能。完成身份逆袭，这个好。李德贵之所以敢欺我，无非就是我的身份低他。周小龙，你他妈找死是不是？啊！敢坐老子的凳子？好好好，我今天我不但开除你，我还要全行业把你封杀，让你在整个博白市再也找不到工作。李德贵，你狂吠的样子好像一条狗啊！我去你妈的！我今天住手！李德贵，你手里拿烟灰缸是想打我弟弟吗？院长，院长，哪阵风把您吹到我小小的科室来了？我刚说的话你是没听懂吗？我问你，是不是要拿烟灰缸打我弟弟？不是，我弟弟，姐姐可算找到你了，找你找得好辛苦啊，幸好基因匹配，才发现你是我失散多年的弟弟。完了，周小龙怎么摇身一变成院长亲爱的弟弟了？院长，这周小龙怎么成您弟弟了？中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？有什么误会啊？你欺负我弟弟，从今天开始你被开除了。另外，我还会全行业封杀你，从此以后让你在整个博白都无法生存。什么？我被开除了？我今天做了什么事儿？我一个小小的科长，竟然得罪了院长的弟弟啊！哥啊，不，爹，周总，我知道错了，是我瞎了眼，我有眼不识泰山，你千万别让院长开除我呀！小贱人，还不快过来道歉！都是他先勾引的我，要不然我怎么会感动您的女人呢？龙哥，我跟你开玩笑呢，小龙，你别生气啊。我们回到之前好不好？贪慕虚荣、趋炎附势的女人，我对你3年的感情，就当是为了狗了。从今往后，不要再出现在我面前，否则我控制不住冲动，废了你！有姐姐保护真好。去姐姐办公室坐坐，姐姐有惊喜给你。系统真给力啊！所有的东西都不需要我操心，我一下子就变成院长姐姐的小弟弟了。弟弟，我已经通知了各大股东，
准备将中山医院的股份送给你。送给我？这不太好吧？医院的其他股东会不高兴的。放心吧，我送的又不是他们手里的股份，我准备把我自己手里的股份送出一半给你。之后在这个医院里，有姐姐罩着你，就不会有人再欺负你了。院长，什么事儿您这么急着召见我们啊？你个实习生来这儿干什么？院长办公室是你能进的吗？周小龙是我弟弟。啊？哎呀，您好，刚才是我这破嘴乱逼逼，您别往心里去啊。没事没事，我不是小肚鸡肠的人。不过那李德贵是你的亲戚，刚刚他得罪了我，被开了，你知道吗？怪不得刚才李德贵给我打电话说被开了，原因都没有来得及说清楚，我就被叫来这里。原来是这么个情况。李德贵滥用职权，乱搞男女关系，欺负我弟，我开了他，你没什么意见吧？没。果然，这就是权力的好处啊！各位，今天叫大家来，是因为我要把中山医院的60%的股份拿出35分给我弟周小龙，以后他就是中山医院的第一大股东，实际掌权人，具有1票否决权。院长，从长远考虑，您刚才宣布的这个事儿有点欠考虑呀。是啊，虽说周小龙是您弟弟，不论是干弟弟还是亲弟弟，但您让出股份给他，不太服众啊。是啊，有何不服众？这么说吧，院长，您有着神医妙手的称号，且在座的每一位都是专家，都大大小小做过上千台手术，而周小龙只是个实习医生，连手术刀都没有拿过。您把医院交给他，您就不怕倒闭吗？是啊，院长，对啊。神奇医术加载进度25%。你可以把权力给你弟弟，我们可以接受，但让他带领医院的前途不合适。如果你技术精湛，我们自然不会怀疑。虽然有院长撑腰，但是也得让我们心悦诚服吧。我姐姐是妙手神医，作为弟弟的我，自然也不会差到哪儿去。如果这周小龙治不好，那这股份就属于我了。再加上我本身的股份就是医院的第一大股东，绝对能把杜婉儿踢出去，顺便还能给李德贵出气泄恨，一举两得的好事啊！神奇医术加载进度50%。我们医院现在正接手了一个棘手的病人，你去给他诊治一下。市里的刘会长。不好了，院长，市里的刘会长已经在我们医院住了1个礼拜了，到现在都还没有找到病因。他在外面发火呢，说如果再找不到病因，就要封了我们的医院，吊销我们的营业资质。这可怎么办？刘会长可是市里的大领导，他的病情咱们几个联合会诊过，确实查不出病因呀。是啊，但主要从表象上看，他确实是生病了，但怎么也查不出病因。哎呀，头疼死了！哼。现在正是证明你自己的好机会，你去给刘会长诊治一下，将他治好，我们所有人日后都为你马首是瞻。你们这是胡闹！刘会长的病情你们几个联合诊治过都没有结果，现在却让我弟弟去诊治，你们跟我走。神奇医术加载进度75%。你没事吧？你就放心吧，姐，走。院长，您可算来了。刘会长身体检查不出任何的异常情况，但是就是昏迷不醒。窦院长，你是这家医院的负责人，今天我把话放这，刘会长的病要是再治不好，查不到病因，后果可想而知。哎呀，你放心吧，张助理，我们今天找了位全能的大拿，肯定能治好刘会长。请吧，给刘会长诊治吧。你现在反悔还来得及，不然的话，院长赠你的股份，可就归我了。神奇医术加载进度100%。系统，给我加点神奇医术。加载成功，无论阴病阳病，宿主皆可根治。
怎么样了？诊出什么来了？是煞气侵身。煞气，这是周小龙，你是小说看多了吧？还煞气侵身？你怎么不说刘会长是鬼魂附身呢？弟弟，你不会误诊了吧？放心吧，我的诊断不会出错。正是因为煞气侵身，刘会长才会昏睡不醒，导致任何仪器都检测不出他的病。是因为煞气侵身，所以没有病，但却会要他的命。哼，周小龙，你不知道相信科学呀，净搞这些鬼怪的勾当，当我们是3岁小孩子呀！啊，这个世界上哪有什么煞气？你给我闭嘴！张助理，你可不能这样吼我呀！周小龙的诊治纯就是胡说八道。既然你说他诊断的是胡说八道，那你现在给我解释一下刘会长的病情。用意。小医生，既然诊断出病情了，能治吗？当然，只需针灸插上几针，去除煞气，便可痊愈。弟弟，当真能治啊？相信我。那我去给你准备银针。这针也扎完了，刘会长什么时候能醒？你可不能加重病情啊！我到鬼门关了。醒了，我好像记得晕倒了之后就死去了。会长，你终于醒了。是这位小医生救了你。小医生，谢谢你救了我一条命。说吧，你想要什么？我一定答应。刘会长客气了，救死扶伤是我的职责，现在该履行我们的赌约了。刘会长只是被你救醒了，这也不能说明你把他身体治痊愈了。挨打要立正，愿赌要服输。刘会长住院以来一直昏迷不醒，各项指标都显示正常。我弟弟救了刘会长，他的医术是高超的。我现在感觉身体很好。你要履行之前和周医生的赌约，否则的话，我将会封杀你，严禁于此。我错了，我认输。这个呢是李大伟的股份转赠协议书，按照赌约他已经签了，属于一无所有，离职了。以后呢，这个办公室姐姐就让给你了，以后上班的时候就在这里办公就可以。最重要的是，想什么时候上班就什么时候上班。谢谢姐姐，不过这些股份我要不要其实无所谓，我打算转赠给姐姐，毕竟日后有姐姐当靠山，我也不需要这些股份来体现我的地位。小子真甜，不过呢，该给的还是要给你。姐姐好不容易找着你，日后啊是要跟姐姐住在一起的，知道吗？我现在还是租房子住，和杜婉儿住在一起，还能省去租房的钱。可以的，那我现在回住所收拾一下我的东西。我开车送你吧。不用了，姐姐身为院长，还有很多事务要忙，我自己坐地铁挺方便的。去吧。冯总，我这房子还没到期呢，你干嘛让我行李啊？每次交租都拖欠10几天，我不想租了。那你也不能扔我行李啊！哼，这是我的房子，我想怎么着就怎么着，赶紧给我滚！行，那你把押金退给我。哼，退你个毛蛋啊！嘿，你这人怎么不讲道理啊？当初租房说好的押1付3，我
虽然是晚了点，但我并没有拖欠，所以你要退我押金。就因为你拖延交租时间，所以这押金我才要扣。赶紧给我滚！我这房子好多人抢着租呢，赶紧给我滚蛋！触发随机签到任务，宿主进入屋子，坐在沙发即可完成签到。签到成功后，获得一次抽奖机会。又来签到任务了。你不愿意租给我，我也没办法。那我屋子里有那么多东西，你总得让我去收拾了吧？哎呀，恭喜宿主签到成功，奖励抽奖一次，是否抽奖？抽。恭喜宿主抽中一个首富姐姐，正在赶来的路上，并奖励宿主消费翻倍返还技能。首富姐姐，第一次给了一个神医姐姐，现在又给了一个首富姐姐，看来系统喜欢姐姐呀。嘿，周小龙，你不是进来拿东西，你怎么坐这儿了？啊，我知道了，你想赖在这儿是吧？说实话，我这个月的房租还没到，就算你不愿意租给我，也得让我把这个月住完吧。想住完这个月？行啊，没问题。那你陪我睡一次，我就让你继续在这儿住，而且还免你半年的房租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原来你是觊觎我的美色啊！一直都有觊觎，只是你小子不上道，所以才给你摊在明面上说呀。年少不知少妇好，错把少女当成宝呀！我是不会出卖我的肉体的，而且你不过是一个转租的二房东而已。哎呀，姐姐会好好对你的。哼，那你就给我滚出去！我看谁敢动我弟弟！你是谁？谁让你进我房间的？弟弟，姐姐终于找到你了。你是？我是李月啊。我们失散这么多年，你不认得姐姐了？还是说是这个女人把你给吓的？你放心，姐给你撑腰。你敢打我？别以为带了2个人就装什么大人物！我告诉你，这整个小区都是我的，你打了我不赔钱，别想走出这个小区！口气这么嚣张呀！姐，虽然这个老女人就是个二房东，背后有个叫王安的人，是整个幸福小区公寓的大老板。弟弟别怕，这件事情交给姐姐来做。你们2个给王安打电话，让他现在就过来。是，李总。让这个女人认清孰轻孰重。哎呦，还打电话，装什么装？给王安打电话，知不知道王安是我表哥？大表哥你怎么来了？李总。啊，表哥，你怎么喊他李总？你是不是搞错了呀？她就是那个乡巴佬的姐姐，不是什么大人物的。你敢说李总是乡巴佬？你知不知道这整个幸福小区公寓都是李总的产业？啊？什么？他是李总？他才是什么首富？赶紧给李总赔不是！我就是李总推出来幸福小区的代言人而已，我所有的租金都得交给李总。你是真会给我惹祸！跪下道歉！李总，我知道错了，都是我一时口快，我不知道你是李总，求求你饶了我吧！你刚刚口气不是挺大的吗？还说幸福小区的房都是你的？不，那都是我装逼胡说八道的。哦，装逼呢？那你把我弟弟衣服弄出去什么意思？你得罪的人不是我，是我弟弟，求饶你都求不对人。龙哥，我知道错了，求求你大人不计小人过，求求你饶了我吧！怎么样，现在还馋我的美色吗？不敢了，我不敢了。姐，我不喜欢他，把他从我眼前消失。你们2个把他带出去处理了。是。李总不要啊，求求你了，李总，龙哥，
哎，姐，我不是要让你把他杀了，不是把他杀了，那你什么意思？只有让他消失，我的弟弟才永远看不见他。哎呦，我的意思是，封杀他，别搞那么大嘛。这我不是让你杀了他。这种小人物封杀他有什么意思啊？不过弟弟张口了，那就饶了他吧。谢谢李总，不杀之恩，谢谢龙哥。谢谢李总，谢谢李总。哎，行了行了，以后好好做人就是了。走吧，弟弟，姐姐带你去个好地方。弟弟，这栋别墅姐姐送你了，你以后可不许再住什么出租屋了啊！啊，这个是亚太湖的别墅区啊，整个博白市最高端的别墅了。当然了，好不容易把你找回来，我弟弟就是值得最好的。哎呀，我这会儿肚子有点疼，姐姐去上个厕所，一会儿就回来了。前有杜婉儿姐姐送股份，后有首富姐姐送房子。他们俩都是被系统附加了一个关于和自己生活的记忆。哇塞，这运气也太好了点吧，太幸福了。哎呦，这不是周小龙吗？来这里干什么？该不会是来找工作的吧？不好意思啊，亚太湖别墅区的最后一个保安被我硬逼上了。哟，这不是高中同学谢强吗？哎，去，别叫那么勤俭啊！我现在可是这里的保安，别想跟我套近乎。切，保安有什么可拽的？搞不懂。听你这话就知道你是个土包子。在这里当保安，服务的可都是达官贵人，都是高人一等，都是月薪过万，顶得过外面的经理级别。听懂了吗，乡巴佬？懂了。那还不快滚！站这儿当电线杆啊？没听明白啊？亚太湖别墅区不招工啊！哼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不是来找工作的，我是和我姐来看看这里的别墅的。你说啥？看别墅？别装逼了，别人不知道你，我还不知道吗？乡下农村出来的乡巴佬，考上大学，现在需要找工作，就你还有钱买别墅？哼，别在我面前装逼了啊！是谁说我弟弟装逼啊？哟，小龙，这是你姐姐啊？嗯，这身材，这颜值，馋得我都快流口水了。周小龙，让我当你姐夫怎么样？你说什么？没听清楚吗？我看上你姐了，是你姐8辈子修来的福气。不想让我当你姐夫也可以，陪我睡一下，我可以出钱的。哎呀，你他妈看不起我也就算了，还敢侮辱我姐！穷沟沟里出来的贱民敢打我！看不起人的看门狗就该打！来人啊！有人在门口闹事！敢在亚太湖别墅区里闹事，我会让你知道什么叫求死不能！给我上！住手！都住手！干什么的你们？经理，这有2个刁民在门口闹事，我准备让人乱棒把他们打走，以免影响我们亚太湖别墅的形象。瞎了你的狗眼！连李总都不认识，这可是首富，能住到咱这别墅区，那是蓬荜生辉，那是祖上烧高香了。你竟然说他是刁民，你活腻歪了吧？首富，周小龙，你居然有个首富姐姐！你才知道。周小龙，我错了，看在我们是同学的份上，你就饶了我吧。太迟了，你刚刚是怎么嚣张的？又是怎么言语侮辱的？虽然我在你眼里是乡下来的农村人，但农村人就不配进来这里看别墅吗？就不该被得到尊重吗？说白了，你骨子里就鄙视农村人，所以你这种人应该也去体验一下农村人的生活。姐，能不能安排一下，让他去体验一下农村人是什么样的感觉？当然能了，姐姐的手段可是通天彻地的，你就算想要天上的星星，姐姐都能给你搞到的。听见我弟弟说的话了吗？听到了。这谢强被送进农村的事儿，我马上安排。经理，不要啊！不要！我只想在城里待着，我不想当农村的刁民。你不想去农村，脑袋还想不想要了？来人，带走！不要！金老板，经理，我错了，我不要去农村。这些保安明天全部给我换掉。如果以后再出现这样的事情，你这个物业经理也不用干了。是，李总说的是，我明天就招一批有素质的人在这上班。
走吧，弟弟，我们不在这儿浪费时间了，回别墅睡觉。姐，你干嘛？帮你洗澡啊，我水都放好了，快来，我帮你脱衣服。哎，不用了，这男女有别，要不你先出去，我一会儿再洗，或者你先洗。你小时候不是最喜欢姐姐帮你洗澡了吗？怎么，现在还害羞了？因为弟弟长大了嘛。好，弟弟长大了，那你就自己洗吧。那姐姐就先走了。哦，差点忘了，这个给你，送你的礼物。哇塞，这首付姐姐也太好了吧！送别墅，送豪车，我喜欢。各位同学啊，明日晚上9点半同学聚会，在皇朝俱乐部，我请客，大家一定要来啊！这刘光炎就是个典型的富二代，就跟谢强差不多，看不起穷人和乡下人。我上大学的时候就看不起我，还是装作没看到吧。特别是周小龙这个人，我们班就你是乡下来的大学生，这次是难得去高端俱乐部体验的机会，可不要错过了啊！要不是本少爷为了庆祝全款买了套房子，才不会给你这么一次机会呢。嘿，这刘光炎很明显就是炫耀自己全款刚买的房子嘛，然后艾特我，彰显自己的优越感。我原本不打算理这个装逼佬，但是既然你想装逼，那我就奉陪到底。行，既然刘，那就多谢刘同学了。明日我准时过去，给你一个装逼的机会。哼，要是以前，我说不定真的就不敢去。但是现在，我可有1个亿的别墅，就他这个破全款买的房子，跟我这个1个亿买的别墅比起来，切，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啊！哼。喂，好弟弟，明日中午来维也纳餐厅吃饭啊。那些个医院股东想请你吃饭，给你联络一下感情。明日中午的饭局和明日晚上同学聚会的饭局，时间点上互不耽误。好的，姐，没问题。各位中山医院的股东，我去上个厕所，去就回。哎，小龙，要姐姐帮你吗？姐，我就是水喝多了，放水，你怎么帮啊？我可以帮你扶着呀。姐，你别闹了，我还如龙似虎着呢。先走了。检测到宿主还没有激活消费翻倍返还技能，请问是否激活？哎呀，差点把这事儿给忘了。昨天抽中首付姐姐的时候，好像还赠送了一个消费返还翻倍功能。激活。消费翻倍返还技能正在激活中，请宿主耐心等候。恭喜宿主，消费翻倍返还技能已经激活。消费翻倍返还技能意思就是，不论宿主消费了多少金钱，都会翻倍返还到宿主的账户上。翻倍返还？那我岂不是要发达了？虽然我目前确实有跑车和别墅，还有中山医院的股份，但是就是没有存款。这要是能翻倍返还，那我岂不是只要疯狂消费买单就行了？嘿嘿。你好 ，VIP 666包厢多少钱？哎，弟弟，你干嘛呢？不是说好这顿饭股东们请吗？股东们还在里面吃饭呢，怎么偷偷跑出来买单？我知道姐姐对我好，但之前都是咱们俩吃饭，今天是一帮人吃饭，你就给我一个表达感激的机会吧。好，既然弟弟这么懂事，那这次姐姐就依你。不过，下次可不许这样了。姐姐你放心，
下次姐姐想要买单，我绝不拦着。你好，先生，您包厢一共消费30080块，去掉零头，我们收您3万就好了。我操，这里的消费那么贵啊！吃一顿饭都要3万块钱，这要是没有返还技能，打死我都不敢买单。幸好我有透支的信用卡额度，刷信用卡吧。请稍等。检测到宿主刚刚消费了3万元，正在进行翻倍返还，恭喜宿主翻倍返还6万元。爽！行了，姐，买完单了，那时间也不早了，我那边还有个同学聚会呢，那我就先不回包厢了。还有同学聚会呢，那你早去早回啊。去吧。来，这把我一定能赢。哎呀，喝酒可以吧，可以吧。来干杯！周小龙，你真来了！我今天刚全款买了一套房子，你知道吗？还有今晚全场所有消费我买单。好。哎，不过这个你昨天微信群里已经说过了，你买的房子应该很贵吧？还行，也就100多万。不过对于你来说，应该是买不起。哦，100多万，那可以了，也不算太贵。不是，什么叫100多万也不算贵啊？你买得起吗？你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，你哪来的钱啊？穷就穷了，装什么逼呀？好了，大家同学聚会就开心点啊！来，小龙，我敬你一杯。来，小龙，我敬你一杯。哎，谢谢刘同学。不过我今天开车了，就不能喝酒，咱们以茶代酒。来，坐那儿有你什么事儿啊？你说啥？你开车了？你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，哪来的钱买车呀？我看是共享单车吧。哎呀，那玩意儿不查酒，喝吧。周小龙，你一个乡下来的，你有车吗？我看你就是故意破坏大家的气氛。周小龙，今天我请客喝酒，你过来装逼不合适吧？哎，我真不是这个意思，我真的是开车不喝酒。好，你说你开车过来的对吧？你开的什么车？说给大家听听啊！你一个穷逼买得起车吗？我之前来的时候，我看到皇朝俱乐部道路门口停了一辆保时捷跑车，该不会是你开来的吧？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？我反正不信。不好意思啊，还真被你猜对了，那辆车还真是我的。你可真会吹牛逼啊！那辆跑车价值300多万呢，我当时还想拍照发朋友圈炫耀，可惜保安一直守在那里，不让乱碰。周小龙，那辆跑车要是你的，我把厕所的尿当啤酒喝了，你信不信？就是。周先生您好，您停在道路门口的保时捷跑车，现在有客户要开车出去，麻烦您把您的跑车停到一旁，让对方出去可以吗？我操，不是吧？真的是他的？那辆跑车不会真的是周小龙开过来的吧？我的天啊，这周小龙开跑车过来，要不是保安跑过来说，我真的不敢相信。今天到底是什么日子啊？为什么会有这么震撼的消息？周小龙他以前不是穷逼吗？怎么这么有钱？哦，我知道了，原来是在上大学的时候故意装低调，实则富二代体验生活。周小龙怎么能开得起保时捷跑车？不可能！哎，行，那我一会儿就去挪。各位同学，本来我只是以普通人平常心的心态和各位相处，好好聚会，吃个便饭，增进感情。但你们却一个个趋炎附势，所以我今晚还有点其他事情，也不太方便喝酒，告辞了。那车不一定是他太蠢了，真的假的呀？是租的，不用管他，喝咱们的，喝，来，干！哎呀，谁知道他周小龙的跑车是不是租来的？你们想想啊，他之前什么都没有，怎么会突然就冒出了一辆300多万的跑车呢？肯定有问题啊！刘少说的有道理，这乡巴佬就是故意租一辆跑车过来的，然后由于租金太贵，所以才借故说有事情回去了。这就是他今晚聚会离开这么快的原因。没想到，本来打算给刘光言留最后一丝尊严，没想到这家伙不打算要，居然还在群里面疯狂 diss 我，给脸不要脸！
告诉各位啊，我有个亲戚，就是开跑车出租门店的。我刚刚已经打电话去确认过了，他跟我说今天下午是有人在他那里租了一辆保时捷跑车，所以接下来就不需要我说什么了吧？你们看看，他居然装哑巴，都不敢在群里说话。跳梁小丑，跟你争辩就是在拉低我的档次。睡觉。哇，首富姐姐的大厦果然气派，不知道能不能在这里让她给我安排个工作。触发签到任务，走到大厦门口，莫要进入，完成签到，获得意想不到的奖励。还能触发签到任务呀？签到成功，奖励宿主金枪不倒技能。金枪不倒，这是什么技能？宿主可自行钻研体会，便能领悟其中奥妙。站住！哟，这不是租车装逼的周小龙吗？你来这儿干嘛呀？我来找李总，给我安排个工作。我跟你说那么多干嘛？切，找我们总裁安排工作？你以为你是谁呀？总裁弟弟啊？懒得跟你废话。拦住他！你们是集团的保安，听他的话干嘛？因为我是这儿的人事招聘部门主管，想找工作得通过我，没有我的发话你进不去。今天还真是冤家路窄。你以为租个豪车就能装逼了？在李氏集团，谁上班谁下岗，都是我说了算啊！咱俩同学一场，要不这样，你跪地下给我磕个头，我拍个视频发同学群里，这样我就给你安排个工作，怎么样啊？这样我就给你安排个工作，怎么样啊？刘光言，你还真是欺人太甚。本来不想跟你计较，没想到你还要像疯狗一样的咬我。妈的，敢骂我是狗，给我打他！出了事我负责。住手！好威风啊！要不是亲眼所见，我都不知道我们集团有这么威风的人。李总，这个人是小偷，他想进集团偷东西，被我拦住了，这不保。说我弟弟是小偷，活得不耐烦了。李总，他是您弟弟？不是我弟弟，是你弟弟，欺负到我弟弟头上，你还想不想活了？完犊子了，我都干了什么？周小龙居然是李总弟弟！我的妈呀，他怎么可能是首富的弟弟呢？龙哥，大人不计小人过，你放过我好不好？我错了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刘光言，其实我已经给过你很多次机会了，本不想再和你发生什么纠葛，可是你偏偏不识好歹，继续在群里嘲讽我，现在又想利用自己手中的一点点私权来对付我，你说你真是冥顽不灵。你被开除了。龙哥，不用这么狠吧？说开除就开除，毕竟咱们是同学嘛。现在倒想起来我们是同学，当初嘲讽我、讽刺我、给我难堪的时候，怎么不说我们是同学？周小龙，你真是一点诚意都不讲呀！咱话说回来，你又不是李氏集团的总裁，你凭什么开除我？我找我姐姐来给我安排工作，你说她要给我安排一个什么样的工作，才能动动手指就能把你这个人事招牌主管给开除了呢？当然是集团的执行总裁啊！不是，现在这个职位是我弟弟周小龙的。听到了吧？我现在是李氏集团的执行总裁，我现在不光要开除你，还要在整个行业内通发公告，封杀你，让你永远在这个行业混不下去。龙哥，把刘光言给我扔垃圾桶里，别污染了我李氏集团的空气。是，总裁。李总，别这样，李总，我错了，李总。姐，今天还真是谢谢你了，不然我真的要被这个刘光言给好好的羞辱了。还是多亏了你啊，弟弟。若不是你，我不会发现公司里有蛀虫。为了奖励你，姐姐今天晚上请你吃饭吧。好啊，那我在公司挂职的执行总裁还算不算数？当然算啊，工资照发。这个班呢，你想上就上，不想上就不上吧。走呗，我带你去看看你的办公室。姐，办公室我就不看了，毕竟就是在你公司挂个职而已。这样，我先去附近溜达溜达，到时候晚上再一起吃饭。上次和杜婉儿去吃饭，花了3万多，
虽然获得系统技能返还了6万，但今晚是要和首富姐姐去吃饭，我得多赚些钱以备不时之需才行。好，姐姐还有事要忙，我就先回去了。消费返还技能就从这里开始吧。哎，周小龙，是你吗？陈燕，医科大的校花，风雨女神，追她的人数以千计，她怎么会主动给我打招呼？记得没毕业的时候，她是很高冷的女神。真的是你啊，小龙，好久不见。听说你最近都买上别墅和豪车了啊？这事儿都传到你耳边了，这么快吗？看来传闻不是空穴来风嘛，不错不错嘛，这才毕业不到1年的时间就走上人生巅峰了。我这只是运气好罢了。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嘛，你就别谦虚了。对了，你也是来逛商场的吗？好巧，我也是。这样吧，咱俩一起逛，刚好有个伴儿。好。想当年追我的男人那么多，其中不乏富家子弟，但我都看不上。不过现在的周小龙却是蛮符合我找另一半的要求，有钱。对了，小龙，你要买什么呀？我陪你。我想买几套高端点的男士品牌衣服，然后靠消费来获得翻倍技能返还。哦，我知道那边有，我带你去啊。好，走。哟，这不是陈燕同学吗？好久不见啊！哦，高中同学李小明。哎呀，好久不见呀！没想到你在这里做销售啊。是啊，干销售啊。你要来买衣服的吗？我们这里只卖男装，不卖女的。我男朋友来买，我陪他过来。啊，男朋友？小龙，配合一下，不然我会被这个高中同学嘲笑大龄剩女找不到对象了。哦，好。给曾经的校花当男友，感觉其实还挺不错的嘛。高中的时候，我就爱女神陈燕，当时记得那个时候的她已经发育非常的完美极致，可惜啊，没有胆量表白。现在居然便宜了这个屌丝，怎么看都不像是有钱人，居然敢光范思哲，哼，看我怎么羞辱你！嗨，既然是陈燕同学的男朋友，那也就是我的男朋友啊！不，男性朋友。这样，我给你介绍介绍这几套衣服吧。哎，不许摸，摸了就得付钱，这可是我们店的镇店之宝。镇店之宝？那我喜欢，我要试试。试了就得付钱，不合适的话也得买啊。没问题啊，这一件衣服的钱我还是付得起的。这小子可真会在陈燕面前装逼啊！那我去试试。试衣间在那儿。怎么样？太帅了吧，小龙，简直就像维多利亚走 T 台的超级男模，帅得一塌糊涂啊！我感觉我马上就爱上你了，已经被你男人味迷恋的无法自拔了。这难道是传说中的投怀送抱吗？陈燕，我们现在试衣服呢，别这样。小龙，你胸肌好结实啊！我平时锻炼嘛，你练你也有。周先生，您这件衣服穿上去真是挺合身的，不过呢，您也得有钱买才行啊，要不然的话就只能留在这刷马桶。放心吧，这套衣服我买了，多少钱？那就太好了，这件衣服啊，也就6万块钱。6万块，这么贵？哎呀，那当然了，这套衣服可是范思哲的联名款。陈燕，你这男朋友不会是没钱来装逼的吧？他肯定是来骗你感情的。我告诉你，像他这样的男人，肯定就是……别那么多废话，刷卡去。来，刷卡吧。这小子一看就是个穷酸小子，能买得起6万的衣服。小明，愣着干什么？刷卡呀！检测到宿主刚刚消费了6万块，翻倍返还宿主12万。哇，
我一直以为这小子在装有钱人骗陈燕的感情，没想到是我小肚鸡肠了。周先生，您这么有钱的话，买这么一套衣服好像不太合适吧？这样，我觉得您可以多试试几件。哎，不用试了，这套、那套，还有那边那套，不要，其他全给我包下来。哎，好。检测到宿主刚刚消费了5万块，翻倍返还宿主10万块。检测到宿主刚刚消费了3万5千块，翻倍返还7万块。检测到宿主刚刚消费了3万块，翻倍返还宿主6万块。系统不停的叮叮叮的提醒，我的收入也在滴滴滴的增加，这样下去，距离1个亿的小目标还远了。欢迎陈小姐、周先生，下次再光临本店。这个周先生买这么多衣服，刷这么多的钱，我的提成得有好几万了。陈燕找了个有钱男朋友，我是没希望了。啊，小龙，你走慢点啊，我都快跟不上你了。曾经的校花女神，多少男生追求的女神，如今却像个女仆似的给我拎东西，这满满的成就感，爽！陈燕，今天多谢你的帮忙，那咱们现在去女装奢侈品店吧，我给你买衣服，想买什么就买什么，我来买单就是。这个男人终于知道给我买东西了，那让他给我买点什么好呢？不行，今天是大学毕业后我和周小龙第一次相见，如果我张口要东西，会让他认为我是奔着他的钱来的，也会给自己贴上一个拜金女的标签，所以我不能让他给我买东西。想要嫁给他这样的低调豪门，我必须装得矜持一点、淑女一点、勤俭一点才行。小龙，谢谢你的好意，但我不缺衣服穿，如果你真的要请我的话，就请我喝一杯秋天的奶茶吧。啊，就喝一杯奶茶？行，那咱们一会儿去奶茶店，我请你多喝几杯。签到任务触发，请宿主赶回自己的保时捷前，完成签到，获得奖励。此次签到限时1分钟，超时不补。小叶，那个，我们要不现在去停车场，然后我们就去奶茶店，走。他摸我了，摸得我浑身发烫。恭喜宿主完成签到，奖励神级飙车技能。神级飙车，这有意思啊！从前年少的时候，电视里的大美女都喜欢飙车男孩，一会儿可以带她飙车，试试我的飙车技能。哇，小龙，这就是你的豪车吗？太漂亮了吧！当然了，怎么样，要不要带你去兜兜风？这么漂亮的豪车，我想问你个问题，你有没有和别的女人在这上面挣过车？啊？你怎么突然问这么隐私的问题？我是觉得你帅气多金有内涵，如果没有别的女人和你在这上面挣过车，那我愿意和你在这上面挣一下。哎，我跟你的关系还没有到那样的地步。完了，我自己怎么这么不矜持？怎么把什么话都往外蹦？小龙会不会认为我很浪荡呀？可我真的还待字闺中，只是性格大大咧咧而已。不是，我的意思是，这个豪车没有坐过别的女人吧？那倒没有。敢不敢上我的车坐一坐？我的车技可是很厉害的。神级飙车，这要是去了飙车圈子，还不得大杀四方啊！小龙，等一下，你一定要开慢一点，人家怕。放心吧，走。小龙，你开车技术真好。你记得以前在学校，你看个女生都会脸红，尤其是看到我，都低着头走路。人都是会变的嘛。陈燕，我约你喝奶茶，你不是说你没空吗？现在这个时候你在这喝奶茶，这小子谁呀？穿得这么寒酸，怎么配和你这样的女神一块喝奶茶？刘海山。我和谁出来喝奶茶和你有什么关系？我们只是同学关系罢了。同学关系？哼，你可知道我约了你多少次喝奶茶？每一次你都说你没空，要么就说你不喜欢喝奶茶。那这小子呢？
他凭什么就能跟你坐一块喝奶茶？刘海山，你约我不就是想泡我吗？可我已经告诉过你很多次了，我们不合适，是你自己一直不死心，还打扰着我。那他呢？他和你什么关系？他凭什么就能约你？他约你喝奶茶，不就是想泡你，缠你的身子吗？他是我男朋友，他想怎么垂涎怎么泡，都和你无关。现在这个答案你满意了吧？他妈的，敢勾搭我的女神，有什么后果？你可还知道？我可什么都没说，就被拿来当挡箭牌。我实话告诉你，我跟陈燕只是大学同学，根本就不是男女朋友。陈燕啊，你瞅瞅，说说你找的什么垃圾男人，他都不敢承认自己是你的男人，跟这样的男人在一块有什么意思呀？没种啊！周小龙是不喜欢我吗？虽然我有拿他当挡箭牌的意思，可我这心尖尖上的确是对他有那意思。可他为什么不说是我男朋友呢？难道是我魅力锐减了吗？哎，你可不要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，我跟他只是一颗大学同学而已。大学同学之间一起出来喝杯奶茶，有什么奇怪的吗？触发签到任务，报警刘海山，完成签到可获得奖励。啊，系统，你说啥？本系统不喜欢讲话重复。恭喜宿主完成签到，奖励身体强化技能已经为宿主自动加载成功。这感觉好舒服啊！这是什么情况？周小龙紧紧地抱着刘海山。我操！你他妈搂着我，你竟然还说你舒服？你不会喜欢男人吧？我可喜欢女人啊！我喜欢陈燕。讨厌。讨厌啊！不好意思啊，我刚才只是跟你开个玩笑，怎么吓到你了？小龙，你好可爱啊，故意恶心他，这招高明。你他妈敢耍老子？你在哪里高就啊？咱们不行，可以出来比比地位。我要在身份和地位上把你狠狠踩在脚底。中山医院，你听到没有？他说他在中山医院工作。我爸刘达能可是中山医院的副院长，我给你1秒钟时间，立马离开我的女神，要不然我就让你分分钟失去你赖以生存的工作，并且我还动用一切资源，全行业封杀你。刘海山，你别太过分，这是我们之间的事情，和小龙无关，你不要胡来。胡来？从这小逼崽子跟你坐一块喝奶茶的时候，就应该知道结局了。你说你爸是中山医院的副院长，是我打个电话让他来，还是你打个电话让他来？他妈的，你装什么逼呢？我这人不喜欢装逼，就是喜欢实事求是来打脸。我这就给你爸打电话。喂，我的好弟弟，想姐姐了吗？姐姐，我想问一问，你们医院是不是有个叫刘达能的副院长？有的，确实是有一个叫刘达能的副院长。上次股东宴请你，然后你主动结账的那一次，就有刘达能。我不记得他是谁，只是现在我遇到了一件事儿。好他个刘达能的儿子，竟然敢得罪我弟弟，我这就带人去削他。姐，这种小事儿就不需要麻烦你了。你呢，就把那个刘达能给我叫过来，他会知道怎么做的。行，我这就给他打电话。哎，装模作样，还给我爹打电话，你在装什么逼啊？你爹呢，会在10分钟之内赶过来。我爸要是10分钟能过来，我他妈倒立日电风扇，你信不信？爸，你怎么来了？混账东西！你都不知道自己得罪了周先生吗？给我立刻跪在地上道歉！周先生，不，爸，他不是在中山医院刚毕业的臭屌丝男吗？你千万别被蒙蔽了双眼啊！你就该直接开除他呀！刘大能，你儿子说要开除我，你说怎么办吧？周先生，您别生气，我马上处理。你知不知道，周先生现在是中山医院的第1大股东，以院长
更是他姐姐呀！你要是再不给周先生道歉，我就把你塞进你妈肚子里去！不争气的狗玩意儿！爸，你不是在开玩笑吧？你觉得我像是跟你个傻逼开玩笑的吗？限你1秒钟道歉，祈求周先生的谅解，否则老子的工作都得被你搞丢！爸，你别打了，我道歉还不行吗？周先生，我错了，你原谅我行不行？如果不是你爸教训你，你可能还不知道错了吧？您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就饶了我这次吧，我错了。周先生，犬子认错了，您看还满意吗？刘大能，我是看在你是中山医院多年的副院长的份上，就不跟你计较了。但是，你儿子的这种事儿，以后一定要严加管教，绝对不能再发生类似的事儿，知道了吗？是，现在是，给我滚！是，多谢周先生教诲，我日后定严加管教。小龙，你太帅了，我感觉我已经爱上你了。陈烨，那还是把你这份爱藏在心底吧，毕竟我只是把你当校友啊。小龙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你对我没有感觉吗？你知不知道，刚才你为了我把刘海山踩在脚下的气势，真的好酷哦！而且，你都已经请我喝秋天的第一杯奶茶了。你知道请女孩子喝奶茶意味着什么吗？陈烨固然漂亮，但比不上我2个姐姐的姿色啊！陈烨，我确实就是把你当校友而已。时间不早了，我还有事，我先走了，拜拜。周小龙！我这么漂亮的一个大美人，你为什么不心动？哼，我早晚要得到你，就算得不到你的心，也要得到你的身体。好弟弟，抱一个。系统松的姐姐们很喜欢和我抱抱啊。姐，让你久等了。没有，我也没来多久呢，坐吧。来尝尝这家西餐厅的饭怎么样？来，姐姐喂你。怎么？你小时候不是最喜欢吃姐姐吃过的饭了吗？啊，还有这种事儿，我怎么不记得？不是你不记得，你肯定只记得姐姐小时候打你屁股的事情吧？好了，快吃了。被姐姐投喂的感觉，好像也挺不错呀。月儿，你不是告诉我公司这2天有事，不能陪我一起吃饭吗？这是怎么回事？他又是谁？为什么你们2个之间看起来这么亲密无间？你还喂他吃东西？月儿，你可知道我追你追了好久了？我去，怎么又有舔狗了？前有陈烨，现在又是姐姐的，难道和美女在一起吃饭，就注定会引起其他人的误会吗？李伟跟谁吃饭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你谁啊，管这么宽？想不到超弟弟这么护着我。好你个臭小子，你口气挺嚣张啊，和我抢女人？你可知道我家族生意遍布全球？只要我动动手指，就能捏死你！韩迅，你别太过分！我们一起在这儿吃饭，你来捣什么乱？现在请你马上离开。李渊，我是不会离开的。我现在就想知道，这小子到底灌了什么迷魂药，能把你迷得神魂颠倒？你要是不告诉我，我就当着你的面弄死他！王八蛋，弄死我是吧？那我就在你弄死我之前，先弄死你！好小子，你敢打我？你可知道在博白市没有几个人敢动我？你可知道打了我之后的后果是什么？打的就是你这种飞扬跋扈的富二代。弟弟，他在博白市很有势力，即便我是博白市的首富，都得让着他，要不然他天天在这儿死缠烂打，我早就找人把他给弄死了，也不至于现在还在死命骚扰。没关系，交给我，出了事儿我负责。
对不对，系统？对的，天塌下来，系统帮宿主点着。签到任务触发，请宿主立刻走到汉逊身边，坐在他的身上，完成签到获得奖励。靠，系统，这签到方式有些奇葩呀。不过我喜欢，哼哼。恭喜宿主完成签到，获得7伤王霸权，一位宿主自动加载成功。哎呀，哥们儿，不好意思啊，刚才揍了你一下，你应该不会介意吧？好你个臭小子，你敢打我！告诉你，在博白市里没有几个人敢动我。你等着，我现在打电话叫人，我让你见不到明天的太阳。哼！喂，马上给我来人！对，5分钟之内过来。你等着！少爷好。韩旭，你不许动我弟弟，这是我们之间的事情，我们自己解决。丽月，我告诉你，这件事不是你我之间的问题那么简单。我堂堂2世祖，被人连续打耳光，被人踩在脚下，这口气我不出，我今天晚上睡不着啊！我告诉你，跟你没关系，你赶紧给我让开！不可能让开，除非我死了。哎，姐，我能摆平，我可是会功夫的。刚刚获得7伤王霸权，拿这些小虾米练练手。友情提示宿主：7伤王霸权必须先锤伤自己7下，吐出300毫升的鲜血后，才能发挥出7伤王霸权的超绝功力。啥玩意儿？先自己打伤自己，才能使用出这种拳法？我去，这不是玩我的吗？来人，给我打！住手！我看谁敢动他！刘会长、张助理，你们怎么来了？我和助理吃饭吃得好好的，结果发现这么多人欺负人，没想到被人欺负的是你啊！让您见笑了。没事啊，你是我的救命恩人，有我在，我看谁敢动你！没想到弟弟居然认识刘会长，还真是低估了弟弟。也不知道和弟弟失散了这么多年，他都经历了什么。老东西，虚张声势，从哪儿来的给我滚哪儿去，不然我连你们一块儿打！我知道你是魔都投资财团的大少爷，来我们博白市搞投资，但是你也太嚣张跋扈了。既然你知道我的名号，那还不赶紧滚！我还知道你的父亲是龙武，可是我就是不知道他怎么生了你这种东西。立刻给龙武打电话，让他过来看看他平日里是怎么教育他儿子的，就知道仗势欺人。你儿子得罪了会长的恩人，5分钟内出现处理一下，否则后果自负。妈的，虚张声势，在博白市没有几个人能认识我父亲。我看你们2个不像什么上层人士，吓唬我啊！让开！哎，爸，你怎么来了？刘会长，龙武啊，这是你儿子吧？他说我是个老东西，还要打我，你看这事怎么办？会长，是我儿子，你消消气儿，我马上教育他。哼，爸，你认识这个老东西啊？你他妈的眼瞎了是吧？还敢骂他呀？我在刘会长面前都卑躬屈膝、跌三下四，我都不敢得罪他，你还敢惹他？操！
我他妈今天弄死你，臭小子！操！跪下，赔礼道歉，求原谅，否则咱俩断绝父子关系。周先生，是我的错，我以后再也不敢做这些事情，我以后再也不敢打扰李月了，求你了，你给我次机会，好不好？哼，我告诉你，今天就算了，以后你要再这么对我且，下次结局就不是像今天这么简单了。啊，等，啊，你说什么？周先生，李月是你姐？对啊，她是我姐啊。搞了半天，你俩不是男女朋友。看我这个蠢蛋，我连关系都没理清楚，就把未来小舅子给得罪了。周先生啊，不，小舅子，你看这事儿还有没有回旋的余地？怎么个回旋余地法？那个，我想当你姐夫。又想挨揍？你给我滚！放心，小舅子，我不会放弃你姐的，我以后一定对你姐好。嘿，我儿刚才的道歉，不知道周先生可否满意啊？干得不错。感谢周先生宽宏大量，都怪我平时管教不严。这样，今天晚上的所有开销都算在我身上，就当我给各位的赔不是了。你觉得我会缺你这点钱吗？哦，不，我只是那个代表龙家诚挚的向您道歉。龙武啊，我知道你的意思，这里没有你什么事儿了，你可以走了。记住，以后想要在博白安安稳稳的做生意，管好你身边的人，不要太嚣张跋扈了。这里毕竟不是魔都。哎，是，我现在就走，现在就走。哼，没想到你们是姐弟俩呀！哎呀，真是人中龙凤啊！好，刘会长，王老那边还等着您去探望呢。您看，哎呦，对，要不是你提醒啊，我差点忘了。哎呀，周老弟啊，你的医术绝超，治好了我的病。现在呢，我还有一个老朋友呢，也得了一种怪病。你看看，你是否能出手相助啊？行，既然刘会长都开口了，那我们过去看看吧。周老弟啊，哎呀，太爽快了！看来今天晚上我要借用一下你弟弟。当然没问题，不过我晚上还有个会，就不能跟你们一起了。好，请。王老，我是小刘啊，你能听见我说话吗？周老弟，烦请你给看看，王老除了是我的恩师，他还是大夏国的重要人物，千万不能出任何事情啊。好的，放心，只要能救，我一定好好救。哎，系统启动神级医术技能。奇怪，脉搏平稳，身体状况很好啊，怎么没有检查出任何异常？不应该啊！我获得了系统的神级医术，按理说什么样的疑难杂症我都能诊治出来的。签到任务触发，请原地俯卧撑10个。完成签到获得奖励。系统，这个时候别捣乱了，我正在给病人整治病情呢，让我签到有用吗？宿主确定不签到吗？万一对宿主有帮助呢？算了，撤销本次任务吧。别，我这有签到。刘会长，这小兄弟怎么做起俯卧撑了呀？这我也一脸懵啊，这大概就是神医诊治病人的与众不同吧。哦，恭喜宿主完成签到任务，奖励医术透视，快
患者有病，能精准透视出病症；患者无病，宿主便透视不了。这个技能好啊，透视医术。怪不得王老身体诊治起来无病，原来是被吓唬了。哎，小兄弟，你给王老把脉了半天，这诊断的怎么样了呀？你放心好了，周老弟能治好我的病，也一定能治好王老的。毕竟他医术精湛至极呀。谁的医术精湛至极啊？赵大师，事情是这样的，这位神医是刘会长带过来的，他治好了刘会长的病情，也来给王老看看病。刘会长怕是被江湖骗子给骗了吧？这人这么年轻，哪里称得上医术精湛？按正常的读书年龄，他应该是刚毕业吧？能称得上是医术精湛吗？赵大师，您是有所不知啊，周先生可不是普通人，他是神医杜婉儿的弟弟，所以啊，他的医学天赋是不能按照正常逻辑去推算的。杜婉儿的弟弟，哼，那不过是无知的病人吹嘘出的骗子罢了。嘿，你说谁是骗子？你嘴巴给我放干净！哟呵，你还敢顶嘴？今天让你看看真正的大师是怎么治病的。赵大师，你可要好好检查啊！要是错乱了什么，耽误了王老的病情，那你可要负责的。王老是被吓唬，我之前的神医技能都没有检查出来，利用透视医术才找出病因。就算你这个大师再有能力，也是束手无策的。我是医学泰斗，还用不上你一个毛头小子来指手画脚。周老弟啊，不好意思，你看这事儿弄的。没事，只要能治好王老，谁治都一样。赵大师，这都20分钟了，有没有诊断出病因啊？这，以我的医术经验，怎么会诊断不出病情呢？王老没病啊！赵大师，你的诊断恐怕有点难以服众啊。王老要是没病的话，怎么可能昏迷不醒、脸色发白、嘴唇发紫呢？这……哎呀，别这，你根本就诊断不出王老的病。笑话！我堂堂赵大师会检查不出病源？你小子是不是故意扰乱我的诊治？你看看，你怎么还急眼了？诊断不出病，不丢人的，最多是给你的医学生涯画上一个不太光彩的句号。好，我的确是没诊出王老的病症。你有本事，你来诊。你要是能诊出病情，我当众给你磕3个响头。好，我已经诊断出他的病情了，他中的是蛊毒。简直胡说八道！我是医学博士，从海内外发表医学论文几百篇，对于医学知识可谓是没有不熟悉的。我从未听过现代医学有蛊毒这玩意儿。现代医学没有，不代表医学没有。这世上疑难杂症这么多，难道你全都听闻过？我不和你逞口舌之快。既然你说王老中的是蛊毒，那就让我看看你是怎么给王老去除蛊毒的。好啊，那我就让你心服口服。医术透视，给我推荐该名患者的诊治方案。第1种，银针驱蛊毒，给患者扎针，让蛊虫死在患者体内。第2种，准备蛊虫爱吃的猪血糕，进行放血疗法，将蛊虫从患者体内引出来。陈秘书，去帮我拿1块猪血、1个空碗和1把小刀。好嘞。朱兄弟，准备这些东西，你打算怎么给王老治疗啊？放血治疗。放血？这是救人吗？知道不知道？放血过多会死人的。
这是什么？王老体内竟然有虫子！这是不是寄生虫啊？这些就是王老身中的蛊毒，虽然不知道他是怎么进入王老体内的，但是现在蛊虫引出来了，他也脱离了生命危险。蛊虫？我看就是你整的江湖把戏罢了。我没死吗？王老，你醒了。王老，你终于醒了，太好了！哦，多亏了周兄弟把你救回来的呀，他的医术简直太神奇了。这小子还真有两把刷子。哎，赵大师，你这是要干什么？老夫一生在医学界享誉盛名，虽然和你那个姐姐杜婉儿不对付，但你的医术征服了老夫，又救活了王老，受得起我这一拜。哎，赵大师，你这是要干什么？找个深山老林退出医坛，潜心钻研医术。哎，这怎么就要退出医坛了？嘿呀，赵大师是信心受到了降维打击，不过没事的，过一段时间他还会出山的，因为这不是第一次了。啊。小伙子后生可畏呀，年纪轻轻就有这种医术，日后必成大器。客气了，王老，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。虽然不知道这蛊虫是怎么进入你体内的，但是你最好还是调查一下。去取100万过来，我要给周先生做谢礼。王老，这感谢的费用就不用了，毕竟我也不是为了这钱才来救治你的。不，这钱你一定要拿着，你要不拿，我这心里过意不去啊。周老弟你就收着吧。那行吧。你好，我要存钱。你好，5万以下去 ATM 机存。我要存100。哟，这不是我高中同学周小龙吗？好久不见呢。好久不见。你来这儿干嘛？我是来……哦，我知道了，你存钱还要存100块是吧？还是和以前一样啊，土包子一个。100块还需要存吗？我要存的是100万。哇，100万！100万！我的天啊！我这一辈子都没有见过这么多的钱啊！你好，先生，我是大堂经理，你要存100万是吗？我来帮你办。一点眼色都没有，差点让你丢失一位这么重要的客户。周先生，刚才看你的身份信息，查询到你名下有一套豪华别墅，且是中山私人医院的最大股东，而且您还是李氏集团的执行总裁。这也能查到？哦，是这样的，你的这些信息在网上都是公开的，你的大数据只是共享了一下，所以这并不是隐私。我有一个不情之请，希望您有时间可不可以把李氏集团的部分资金存入到我们银行呢？李氏集团每年的流动资金都是上千亿啊！如果能拉到这种尊享级的大客户，我绝对升职加薪，一马平川，扶摇直上啊！那我考虑一下。喂，小龙，今晚有空吗？我生日，想邀请你来庆生，就在明湖 KTV。哎，来吧，你不来的话，我就觉得自己生日过得没意思了。行。那这个你帮我操作一下，我先走了。Hello， 大家，我来了。小龙，你终于来了，谢谢你来参加我的生日派对。这个呢，是我送给你的生日礼物。天哪，这是 Tiffany 的首饰，应该要不少钱吧？这怎么好意思收呢？哎，不贵，也就50多万。
不过今天可是你的生日，我怎么可能小气呢？所以不要客气，赶紧收下。什么？50万？这太贵重了。陈燕，你别高兴得太早了。什么50多万？我看500多块还差不多。赵文忠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周小龙送给你的蒂芙尼珠宝钻戒是假的。他一个乡下屌丝，怎么可能送50多万的首饰？我看他送你的肯定是假货。赵文忠，你小肚鸡肠了。你是不知道现在小龙有多厉害，在我心目中，他就是神一样的男人，高大威猛，迷人至极。叶叶，你什么时候被他蒙蔽双眼了呀？他有什么好的？我很谢谢小龙送我的生日礼物。赵文忠，麻烦你闭嘴可以吗？好，今天你生日，你最大。陈燕作为校花，身边追求者众多，这个赵文忠也是其中之一。瞅瞅这愤怒的小眼神，一直瞪着我。唉，虽然不知道燕燕为什么维护你，为什么会请你参加她的生日派对，但我感觉这里面肯定有事儿。我也绝对不允许其他男人抢走我的燕燕。小子，你挺会装逼啊！有种咱们来比唱歌，输的让赢的掌嘴10个巴掌，敢吗？赵文忠，我看还是算了吧。今天是陈燕的生日，我们喝酒聊聊天，随便唱歌就好了。众所周知，我以前唱歌曾拿过全市第1名，参加过大夏好声音，入围了全省前36强。周小龙和我比，肯定必输无疑。你们自然是不想让我和他比。赵文忠，你明知道唱歌是你的强项，你还拿你的长处和别人的短处比，你要点脸可以吗？不要躲在女人身后，敢接受我的挑战吗？我五音不全，唱歌还真不是强项。签到任务触发，请宿主在60秒内做50个仰卧起坐，可获得奖励。这个时候来签到任务，肯定有用。这干嘛呢？怎么做起仰卧起坐了呀？没发现小龙居然有8块腹肌啊，好帅！你这是什么操作？我向你发起挑战，你居然做仰卧起坐，看来你是没胆子了呀！恭喜宿主完成签到，奖励歌神技能，无论什么歌曲，从宿主嘴中唱出来都会变得美妙至极。不错不错，我就知道此时来签到任务能解决我现在面临的困境。我刚才仰卧起坐就是热身，我答应你的挑战了。好，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小龙，不行，赵文忠唱歌很厉害的，他甚至还被誉为校园歌神呢。没事，他只不过想用自己的强项来挑战我的弱项，那我就让他明白，他以为的强项，在我的眼中，只不过是蝼蚁的存在。太好听了，仿佛身临其境一般。该你了，你只有拿到99分或者100分才能赢我。不过在 KTV 这种场合唱歌，唱到99分的难度是相当的大。麻烦给我随便点首歌就行。随便点一首歌曲？周小龙，你怕是疯了吧？你以为你是歌神啊？随便唱一首就能唱出98分以上啊？小龙，点一首你擅长的吧，我给你点。你想听什么就点什么，我唱给你听。好吧。周小龙，你认输吧，这首歌我唱的话顶多70分，你一个没有音乐细胞的人，想用这首歌唱到99分，绝不可能。系统加载歌神技能，歌神技能加载成功，宿主可尽情的 happy。谁把原唱打开了呀？没人开原唱，这是周小龙唱歌的音调。我的妈，周小龙他怎么这么会唱歌的呀？太好听了，这是我听过最好听的版本，没有之一，比赵文忠唱的好。小龙的歌声简直太完美了，不仅仅是人长得帅也有钱，还这么有才华。我引以为傲的强项竟然输掉了。好了，现在可以兑现咱俩的赌头了。
我不服！那等打完18掌再说。我还没认输，你不能！少部长，周小龙，你别打了，别打了！我突然家里还有点事儿，我先走了。哎，还有1巴掌没打完呢。走，饶了你们。哎，大家接着奏乐，接着舞，不要因为一个赵文忠破坏了气氛。你们什么人？挡我路干嘛？麻烦让让。小子，你是装糊涂还是被吓着了？不知道自己得罪人了吗？我得罪人？我得罪什么人？周小龙，你连得罪谁都不知道，就敢一个人走夜路啊？是你啊！你叫这么多人围着我干嘛？想打我？没错，今天你让我在我女神陈烨面前丢尽了颜面，今天我一定要让你付出代价。哦，那你打算怎么让我付出代价呢？周小龙，我给你2个选择：第一，乖乖跪地下把我的鞋子舔干净，然后我拍个视频发到网上；第二，那就是被霸道哥打成残废。爷再给你第3条选择，就是从我们这些人胯下钻过去，就放你一条生路。触发签到任务，请宿主高抬腿3次，可获得抽奖奖励。这个签到任务有点意思啊。恭喜宿主签到成功，获得抽奖1次。是否进行抽奖？必须抽奖啊！正在抽奖中，请宿主耐心等候。抽奖成功，恭喜宿主获得一个战神姐姐，正在赶来认亲的路上。战神姐姐，这个好，有战神当依靠，以后谁还敢欺负？小子傻逼吧，在这儿锻炼，看不起我霸道哥呀！哎呦，道上霸哥是吧？我劝你现在乖乖的让开，否则一会儿我的救星就要到了。操！我带这么多人，你居然敢威胁我！来呀，给我废了他，把他打成植物人！住手！大夏第1女战神苏凯玲有着先斩后奏的权利，这么大的人物，她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竟是第1女战神啊！这个给力啊！好弟弟，姐来了。姐，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亲我，不怕有损战神威严吗？系统给的这些姐姐们都被灌输了一种强大的记忆，已经把我当成亲弟弟了，根本不需要过多解释。真是我亲我弟弟，谁敢说个啥？完犊子了，他居然有个战神姐姐！周小龙咋会有这么强大的靠山？你们这么多人包围我弟弟，是要欺负我弟弟吗？战神大人在问你们话呢，你们是耳聋了还是哑巴了？没有听到吗？战神大人，事情是这样的，这些混混都是他带来的。刚才他还说要把周小龙置于死地的，他还说要把周小龙打成植物人。这件事情跟我完全没有关系啊，请战神大人明鉴啊！你他妈恶人先告状，老子弄死你！行了，狗咬狗而已，都带回去论罪处罚。走，都给我走！姐，你一直这么盯着我干嘛？我脸上有花吗？就是觉得弟弟越看越好看啊！姐常年在外征战，一直和你都是聚少离多。这一次姐有1个礼拜的假期，走吧，去姐家里走走，姐要好好跟你彻夜长谈。好，走。哇塞，你们家的别墅好大呀！哪里大了？这是战神令，当礼物送给你了。必要的时候，它可以代替我的绝对权威。可这是你的东西，拿给我不合适吧？姐姐的就是弟弟的，我还会送你一个朱雀门的门主当的。朱雀门的门主是什么？朱雀门是我当年为了守护边境安全创立的战神殿下辖的4方门之一，其余的3门是玄武、青龙和白虎。朱雀门是最大的一个组织，你可以调度朱雀门的任何势力为你所用，
这样的话，在博白市就没有人敢拿你怎么样了。听起来是很不错，可是当这个朱雀门的门主，下面的人恐怕不会轻易听我的吧？放心吧，我安排的人没有人敢不听的。明天我就带你去见各部门的负责人，跟他们交代一下。拜见战神大人。今日召集你们4位，就是想给你们引荐一下。这是我弟弟周小龙，日后他就是朱雀门门主。你们好，我是战神的弟弟周小龙。一身屌丝气息，也配统领朱雀门？战神大人，你这个决定不妥，我们朱雀门还没有靠关系上位的。以前我说什么就是什么，4大长老从不会反对。今天是怎么了？4大长老可以让我弟弟试试，他很有能力的。这不是能力问题，是原则的问题。除非他能打败我，这样也可以服众。可以啊。小龙，你又不会功夫，别乱打野。其实4大长老可能看你太年轻了，说2句好话就可以了。凡事都有第一次嘛，相信我，我还是会一点功夫的。我还有7伤王霸拳没有使用，借着这个练习的机会可以试试。哼，果然是战神大人的弟弟啊，有魄力。那好，今天就在这里试试你的身手，我可以让你1只手。哎，您不用让我，您啊，2只手都用上，我再让您3招，怎么样？弟弟，你别自大。哼，战神大人，你这个弟弟还看不起我呀？哼，我可是宗师级的高手。不过既然你说了，那么我也不能不给你面子，好吧？我先动手。大长老，你下手轻点啊！哎，你干什么中伤我姐？我浑身无力，一身功力被废了。大长老，你为何偷袭我？战神大人，你没有想到吧？若不是和您弟弟假装比武，你也不会把你的缺点给暴露出来。其实你把朱雀门的门主位置让给这小子的时候，我们4个都已经知道了。不过之前屈居于你之下，我们还是畏惧你，敬重你。可是你让一个毛都没有长齐的小子来统领朱雀门，我们不服。所以今天就在这里把你和你弟弟给做了，我们来掌管朱雀门，统领战神殿。战神大人，不好意思，我们会把你凌迟刮骨，上报的时候会说是你弟弟对你有非分之想，然后把你给杀了，再然后他被我们杀了，为你报仇。卑鄙！恐怕会让我弟弟当门主，这只是你们杀我的一个理由。其实你们早就有了反叛之心。没错，所以战神大人，安心上路吧。动手，刮骨。这小子在干什么呀？怎么自残啊？甭管他，一个小喽啰而已。今天战神大人和他都得死。赶快，先弄死苏凯琳，再弄死他。上！封魔状态，7伤王霸拳，终于能用了。谁也别想伤害我姐，给我死！哼，花拳绣腿，也敢与强者抗衡？看我一拳秒了你！这是什么拳？7伤王霸拳，该你们了！姐，危机已经解除了。小龙，没想到你这么厉害，你救了姐，救了整个战神殿，整个大夏。姐，别哭了，再哭就变成小花猫了，就不漂亮了。
喂，小弟在哪呀？今晚上有大明星要来咱们市开演唱会啊，姐弄了2张 VIP 票，陪姐一起看。喂，小弟，今晚上有时间吗？大明星邓琪琪要在咱们市开演唱会，我订了2张第1排的 VIP 票，陪我去看啊。好。爹，你这手机备注怎么都是姐姐啊？你到底有几个姐姐？哎呀，没几个了。老实交代。好，算上你，总共有3个，但后面可能还会多好几个。哎呀！